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月光洒在古老的鹿港老街上，街头的灯光昏黄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气和陈旧的木香。那条老街依旧保存着昔日的韵味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止了流动，静静地吞噬着一切。每一块青石板，每一栋斑驳的建筑都带着历史的痕迹，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故事。可今夜空气中的沉寂却与平常不同，仿佛隐藏着一种隐秘的压迫感，令人不安。李浩是一名来自台北的年轻旅行者，独自一人来到鹿港，带着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的好奇心，他决定体验一下这里的夜游。在台北繁忙的生活让他感到疲惫不堪，于是他选择了来鹿港寻找一份宁静。然而正是这个夜晚，他将遇到一段无法解释的恐怖经历。他走在老街的石板路上，四周几乎空无一人，街道两侧是古老的商铺和老宅，门窗紧闭，只有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在黑暗中微弱闪烁。李浩帆看着手机上的景点推荐，心里想着自己要去参观的那些历史建筑，想着第二天的行程，心情显得很轻松。但渐渐的，他觉得周围的空气开始变得不寻常，空气仿佛变得厚重了些，呼吸之间有一股淡淡的腐朽气息，让他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。他停下脚步，四下张望，这条街道的确安静得出奇，连远处的狗吠声都没有，偶尔传来的风声也像是被吞噬了似的。李浩开始加快脚步，想尽快穿过这条幽暗的街道，去看看街角那座颇具历史感的庙宇。正当他快步走到一个拐角时，突然耳边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步伐声。有人吗？他皱起眉头，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。李浩站定，听着那声音，脚步的频率很快很轻，仿佛有人在自己身后轻轻地走着。然而当他转过身，眼前却是一片空无一人。他微微愣住，心中一阵疑惑。这时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越来越近，仿佛就在他的身后。李浩心里不由自主地涌上一股不安，他快速转身走出了几步，但又停下了。没有人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宁静。太累了，可能是听错了，他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，然后继续向前走，但心中的疑虑却越来越深，那种莫名的压迫感始终无法摆脱。不久后，李浩走到了街道的一个拐角，街道的尽头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，院墙上长满了藤蔓，仿佛从另一个时空中穿越而来。李浩停下脚步，拿出手机拍照，想要记录下这个宁静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无意中扫向了街角的一道阴影，那是一位身穿古代传统服饰的女子，她站在拐角的阴影处，背对着李浩，安静地凝视着前方。她的衣裙在微风中轻轻摆动，衣角微微飘起，仿佛从很久以前的时光中走出来。李浩的心跳突然加速，一股寒意袭上心头。他明明能看到那位女子的身影，但却又无法完全看清她的模样。她的头发松散地垂在肩上，脸庞隐藏在阴影中，只有那微弱的光线能勉强看见她苍白的皮肤。她看上去如此静谧，仿佛不属于这个时代。李浩眨了眨眼，想要看清楚她的面容，但那一瞬间，女子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。她缓缓转过身，露出了一张苍白没有生气的脸庞，她的眼睛空洞而深邃，仿佛没有灵魂的注视，让李浩不由自主的心头一紧。然而在他还来不及反应时，女子的身影已经开始模糊不清，仿佛被一层雾气吞噬。李浩感到一阵冷风袭来，睁开眼时，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四周的街道依旧寂静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她去哪儿了？李浩的心跳更加剧烈，他下意识地转身四下张望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不可能，肯定是眼花了，也许是别人打扮成了古装。他不想承认自己可能亲眼目睹了某种无法解释的现象。然而当他再次低头时，他忽然意识到，刚才他看到的那片阴影并没有任何的脚步声，那女子走动的速度不自然，仿佛从未真正踏上过那片土地。随着李浩继续沿着老街走，
心中的不安却并没有随着他的脚步消散，反而变得愈加明显。他的思绪混乱，不停地回想刚才发生的那一幕，无论他怎么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那种无法言喻的寒气依然紧紧萦绕在他周围。可能只是太累了，眼花了，他不断地对自己说，试图压下心中的恐惧。但当他走过那些古老的建筑时，总会感觉到一双隐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。这时，风又开始刮起，街角的竹帘轻轻摇动，发出低沉的哗啦声，仿佛在回应他心中的疑虑。李浩站住，转头看向那片空荡的街道，月光下，远处的一座古庙显得格外阴森。忽然，一阵低沉的步伐声从他的背后传来，李浩猛地回头，但这次他看到的不是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而是那位古装女子依旧站在街道的尽头，默默地望着他。这一次，她没有消失，也没有走近，她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仿佛等待着什么。李浩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他的眼睛依旧空洞，仿佛在说着什么，但李浩无法理解他是谁。李浩的心跳逐渐平复，但内心的疑惑和不安却始终无法散去。那位古装女子的身影仿佛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虽然他不断告诉自己一切都只是幻觉，但越是强迫自己冷静，内心的恐惧却越加深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放松。他拉了拉背包的肩带，准备继续前行。然而，脚步刚迈出一步，他却感到一股莫名的冷风从身后吹来，风中夹杂着某种腐朽的气味，仿佛有人在耳边低语，诉说着无法言喻的悲伤。突然，那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步伐声又再次响起，渐渐清晰地传到他的耳中。李浩的身体僵住了，脑袋里响起一个声音，他又来了。他转过身，眼睛紧张地扫视着四周，月光洒在石板路上，长长的影子在幽暗的街道上拖延，周围的建筑在光与影之间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图案，仿佛每一扇窗户后都藏着某种未知的秘密。在他目光的焦点中，那位女子出现在了街角，静静地站着，身影如同幽灵一般，浑身散发出一种冰冷的气息，仿佛她并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她穿着古老的清朝女子服饰，黑色的丝绸长裙在月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泽，衣袖上微微的褶皱随着夜风轻轻飘动。她的长发散乱地披在肩上，几缕黑发随风轻摆，仿佛她从远古的时光中穿越而来。然而，更让李浩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他那双空洞的眼睛。他没有任何表情，眼神深邃空洞，似乎能将所有的光亮吞噬。他的脸色极为苍白，像是病态的白纸，皮肤仿佛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生气，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蜡质感。李浩的双腿微微发软，内心的恐惧和疑惑交织在一起。他站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那女子的目光虽然没有直接对准他，但李浩却清晰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吸引力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拉扯着他的意识。他是谁？这个问题再次在李浩脑海中炸响。此时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呼吸也变得急促，嘴唇微微发干。那位女子微微低下头，眼神依旧没有焦点，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李浩的存在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仿佛在默默地念着什么。李浩拼命想靠近一点，以便看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，但每往前走一步，心里的恐惧感就更加强烈。他到底在念什么？李浩自言自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偷偷瞄向女子，注意到她的手臂微微抬起，衣袖下露出了一只苍白的手，那只手似乎在空气中划出一些看不见的轨迹，缓缓地举起，指向前方的黑暗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几乎不带任何生气，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幽灵，冷冷地向前方指引。这时，李浩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，他的意识似乎开始变得模糊，头脑中一片混乱，像是进入了某种迷幻的状态。他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位女子，脚步变得沉重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引导他，拉着他朝着他走去。随着他的步伐逐渐接近，那位女子似乎终于察觉到了李浩的存在，她缓缓抬起头，眼睛终于对准了他。那一刻，李浩的内心猛地一震，他看见女子的眼中没有一丝情感，只有空洞的深渊。
仿佛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痕迹。那双眼睛就像一片死寂的湖泊，深邃无边，令人无法自拔。他微微张开嘴唇，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声音，像是风中飘过的低语：你也会是我的下一个吗？那句话宛如一道冰冷的刀刃，刺入李浩的心脏。此时的他已完全失去了理智，耳朵嗡嗡作响，身体完全失去控制。他想回头，想逃跑，却好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牵制，无法动弹。眼前的恐惧与迷失，李浩不禁低头看向脚下的石板路，他的脚步仿佛已经失去了力量，像是踏入了泥沼，沉重而缓慢，每一步都伴随着一阵莫名的压迫感，像是有无形的东西在拉扯着他的灵魂。此时街道的气氛愈发沉重，仿佛空气都凝固了，每一个细微的声音都变得格外清晰，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回响。就在李浩意识开始迷失的瞬间，女子的身影猛地消失在夜色中。她没有走动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就像是被夜晚的阴影吞噬，瞬间消失在他的眼前。李浩还在原地站着，目光茫然，心中充满了无法名状的恐惧和疑惑。空气中的压抑感没有消散，反而变得更加沉重，仿佛整个街道都被一种无法抵挡的力量所笼罩。他去哪儿了？李浩的声音发颤，眼前一片空荡，连月光似乎都变得微弱了。他的双腿在颤抖，心中充满了无法解释的恐惧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只是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然而，随着他回头，再看一眼街道尽头，那位女子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了拐角处，远远地，依旧在冷冷地凝视着他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。这一刻，李浩明白了，他已经无法逃脱这个陌生而可怕的空间，仿佛已经被某种力量牢牢困住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从这片神秘的老街中逃脱。他的呼吸急促，意识逐渐混乱，眼前的景象也开始重叠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脱身的迷局。李浩的视线死死锁定着前方的拐角，几乎不敢眨眼。那位古装女子依旧站在昏黄的月光下，身影仿佛融入了夜色，与街道的阴影浑然一体。她没有走近，也没有动弹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李浩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她的眼神深邃而冷漠，仿佛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隔阂，直直地看见李浩的内心深处。他的心跳异常剧烈，仿佛每一次跳动都在逼迫他面对眼前这一切。他试图转身离开，脚步却像是被无形的锁链捆住，每踏出一步都带着无比的沉重感。李浩感觉自己已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，无论他如何挣扎，都无法脱离这条幽深冰冷的街道。他心中浮现出一丝恐惧的念头，他到底想要什么？突然，空气中传来一阵冰冷的风，带着无法名状的腐臭气息。李浩的心猛地一沉，他的目光开始模糊，意识变得越来越混乱。就在此时，女子微微动了动，她慢慢地转过身，消失在了黑暗的拐角。她走了。李浩愣住，站在原地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渐渐淡去，仿佛没有任何痕迹。空气中的压迫感在一瞬间消散，周围变得异常寂静，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风声和他的急促呼吸。李浩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解脱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可以放松下来。他忍不住笑了笑，原来只是幻觉，一定是太累了，眼花了。他转身准备继续走下去，但几步后，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。前方的街道并没有尽头，而是延伸到更深的黑暗之中。那条古老的石板路似乎没有尽头，似乎在无尽的黑暗中消失了。李浩感到一种失重感，他的思绪再次被迷雾笼罩，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他停下脚步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再次环顾四周。街道两边的古老建筑被月光照亮，破旧的窗框和门板仿佛在黑暗中低语，空气中的湿气越来越浓重，带着一股腐朽的气息，仿佛死寂的世界正在吞噬一切。李浩意识到，他再也不能忽视那些悄悄逼近的恐惧。他本能的想要回头，但双腿却像被定住一样，无法动弹。眼前的街道依旧没有尽头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陷入了永恒的静默中。我又回来了，他轻声问道。
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突兀。不知为何，李浩感到自己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，那座幽暗的街角，那位古装女子依旧站在那里，目光空洞地凝视着他。她没有做任何动作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与四周的阴影融为一体，仿佛她从未离开过。她又来了，怎么可能？李浩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感如潮水般涌来，笼罩住他整个人。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知道这一切已经超出了理智的范畴。他闭上眼睛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心中默念，这一定是幻觉，一定是我太累了。然而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那位女子依旧在那里，依旧站在黑暗的角落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他并没有再次开口，但李浩清楚地听见他的声音在脑海中清晰地响起，你已经是我不可逃避的一部分。那声音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屏障，深深植入李浩的内心。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内心的恐惧与无力感几乎要将他压垮。他拼命告诉自己，不要相信，这一切都是幻觉。李浩转身想要逃跑，但无论他如何奔跑，街道似乎没有尽头，四周的建筑墙壁愈发逼近，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，每一步都仿佛踏入了更深的迷雾。每一条街道似乎都通向同一个地方，那位古装女子的身影依旧在那里，冷冷地注视着他，仿佛在等待着他的到来。就在这时，李浩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，眼前的景象瞬间扭曲，他的身体失去平衡，跌倒在地。等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周围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。他站在了一个不同的地方，那是一个破旧的巷口，墙壁斑驳，地面散落着一些碎石和灰尘，空气弥漫着腐朽的气味。李浩挣扎着坐起身，四下张望，却发现自己依旧没有脱离那个古老街道的范围。他的心中猛然升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，他已经迷失在这片空间里，无法逃脱。他想要站起身，想要逃离，但脚步沉重，意识模糊，每走一步，身体都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。他再一次回头，那位古装女子依旧出现在黑暗的尽头，她的眼神依旧空洞，没有丝毫变化。你已经属于这里，她低声说道，声音空灵，仿佛从远古的时光传来，令李浩浑身发冷。李浩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中跳出来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已被困在这片街道中，无法逃脱。那位女子的存在似乎不仅仅是一个幽灵，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命运。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鬼魂，而是这片古老街道的化身。她的灵魂和这片土地紧密相连，早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突然，李浩想到了一个恐怖的可能性，他是否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？他是否已经被这条街道吸引，永远地被困在其中，无法回到现实世界？他开始拼命挣扎，试图跑出这片黑暗，但每一次他都回到了原点。那位古装女子依旧在那里，等着他，注视着他。李浩再也没有力气去逃避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意识与现实之间的界限渐渐消失。最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，发现自己似乎开始逐渐透明，身体的轮廓在月光下变得模糊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已经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欢迎加入我们。那位古装女子的声音再次回响在他的耳边。